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是一名歌手。2024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一年。这一年我做了一个我以前觉得很难实现的一件事情。今年5月4号的时候，成功举办了一场和几万人一起看日出的演唱会。一开始我们都有点觉得是不是真的就做不到了？不会，我们会继续去做它，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实现它为止。开心的一点就是主要上热搜还是基本上都是跟音乐相关的，有生活里的一些跟歌迷的一些相处方式，就是比个赞，就是给所有的支持我的歌迷，还有我们所有的做演唱会的主创团队，加我自己。我的主线任务还是演唱会和专辑创作的音乐，因为今年做了很多的新歌嘛。主要还是因为综艺它其实是会让我稍微要去花费一些时间来去做除音乐以外的事情。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做事我其实不太能一心做很多事情同时，那个过程会让我容易焦虑。对，因为我想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嘛，在今年年底，所以其实我是最喜欢的是我只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专注的做它。算，今年拒绝了挺多节目的，感觉久而久之，大家应该就知道我不上综艺了。我觉得在自己的创作上，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吧。那我觉得这张专辑算比较深刻的。比如说上一张专辑是写的是我想要怎么样，现在这张专辑是明显感觉到就是我接受了我是这样，接受了我的成长与变化，并且我可能会接受我的未来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算看开了，最看开的一张专辑，算是吧。对，我觉得完成的按当下来算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吧，90分。还是感想吧，因为创意很重要，先有创意才能再执行嘛。但是前提是你得有这个想法。付航，对，我很喜欢他，看了他的脱口秀，看的都那种很哭笑交叉，很厉害。我的应该是日出出来的那一刻吧，那一刻对我来说是已经完全大脑都已经开始不受我控制了，就肾上腺素飙升，然后极度忘我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我在台上少有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演唱会不光是在去想努力的去治愈大家，然后其实我也在治愈我自己，对我来说还挺重要也挺美好的。因为回到生活里面的话，我的状态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我对修行会拥抱这个 passion， 音乐可能都不能算是拥抱。人类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区分开？然后人类的死亡到底死后是否真实的消失？我们的三维世界到底是否是真实？我在年初的时候，就是24年年初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就在思考，零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如果零是一个所谓的虚无，那零就不应该是有概念的。那这个就很像是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算不出来的，然后我们用了一个简约的方式去替代它，然后为了让我们的公式能够变简单。那可能人类的算法也许不一定是绝对值的正确。我在努力的试图让自己去想，比如说一个苹果跟一个苹果撞碎了，或者我把这个苹果吃掉了，然后但是这个苹果其实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里面是没有真实的消失的，它可以转成能量。那我就在思考是不是有可能没有死亡，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什么什么。我前10年我都觉得人之初是性本恶，然后我今年又觉得人之初应该是性本善，因为当我开始思考，如果把肉体跟灵魂区分开的话，那人类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性本善的。然后我下半年的时候又否了我这个善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人之初也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应该是性本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以前其实是很想一个人的，就是我生活里面是很想一个人待着的。我今年就又得出个新的结论，就是关于这个如何让自己的欲望归零。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人类是应该先把欲望无限放大才会无限归零，就是还是说应该直接逼着自己去归零？就是这个状态是我现在在
努力的再去思考，因为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就好知道我该怎么做，面对我的工作和面对我的生活，要不然我就还是在不动脑的再去工作，不动脑的再去生活，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比较混沌，然后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明确方向。24年其实音乐上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视角我感觉好像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如何让我们这种做流行音乐的人和真正的所谓的中国风来去结合。因为我今年去看了一场雷佳老师就是他的一个音乐会，我全程把我的手机那个备忘录打开记笔记。我觉得我以前对很多的民族音乐或者说是歌唱家，我有时候会认为就是歌唱家就是我们学校的那种很经典流传的一些歌曲是非常很大的歌嘛。今年去看了那个音乐会之后，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竟然把民乐做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太顶级了，就是跟艺术相结合的很复杂。光用音乐来看的话，就是很多转调很多的拍型，让我觉得它的复杂程度已经完全超越了流行音乐的那个基本认知了，太值得我学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用一种更创新的方式来去思考一下，怎么去跟这个民族音乐来去融合。我生下来的时候，未来可以用一个新的一个音乐的方式来去让大家慢慢看到和大家分享。我今年专辑其实有很多是接受自己的变化啊，有关于爱情的，然后也有关于生活的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啊这样的一些歌曲，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哲学的一些歌，就是特修斯的船这样的音乐，有兴趣可以听一听。新形式的演唱会，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如何克服？其实我没怎么思考过这种问题，就是初步想了一下，反正就是我每次遇到难题的就觉得应该要做，就是还是得把它做到。我觉得不思考竞争这个观念就可以保持初心了。